顶级剑士都用什么武器？盘点海贼王所有名刀。大家好，我是Draven。海贼王中除了有千奇百怪的恶魔果实能力，还有各种神兵利器，他们常常与强者相伴，在各种巅峰对决中散发着独特魅力。上次盘点名刀还是在2020年1月份，我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那么过去了2年多时间，官方设定也有了大量更新，名刀的升级体系也逐渐明确。今天我们就用这期全新升级的名刀盘点200，完整回顾海贼王目前所有名刀。海贼王里面将各种神兵统称为快刀，也叫名刀，特指那些由著名工匠所打造的优秀兵刃。虽然叫刀，但其实也包括了刀、剑、枪等等不同类型的兵刃。随着剧情发展，还在继续拓宽。决定一把兵器优秀与否，有2个关键因素：锻刀匠和使用者。传奇刀匠能够打造出更加强大的武器。海贼王连载至今，正式露面的传奇刀匠也就只有双月跟三郎和天口上飞彻，其他刀匠依然非常神秘。而刀剑的使用者，也就是他的主人，能够在战斗中不断锤炼武器，最终使他获得晋升，变为更加强大的黑刀。2年修行期间，鹰眼就曾经教导索隆用武装色霸气覆盖刀刃，使其变得更加坚韧，并强调了一句：所有刀剑都可以化为黑刀。随后在漫画937话鬼王的话里暗示，成就一把黑刀的奥秘就是通过无数战斗。再到漫画1033话，索隆解锁霸王色霸气，也终于解放了炎魔的力量。3把刀刃同时缠绕着强烈的霸气，同时刀刃变黑。有田经过了几次铺垫，逐步交代了黑刀的真相。主人的霸气永远残留在了名刀中，与刀刃融为一体，因此黑刀的特点就是异常坚固，或者说是无坚不摧。除了黑刀以外，还有一类刀十分特殊，妖刀。妖刀被认为是受到诅咒的刀，持有者都会死于非命，即便是某些小有名气的剑士也不例外。但其实这是弱者对刀的误解，妖刀也是一种名刀，而他们都具有个性，会给剑士设下考验。剑士唯有将其驯服，才能掌握真正的力量。妖刀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鬼彻系列和炎魔。海贼王世界中有专门的名册来收录各种名刀，就像恶魔果实图鉴一样。漫画97话，达斯奇就拿着一本名刀图鉴在查阅，并称世界上大部分的名刀都散落在赏金猎人和海贼这样的人手中。其实这也侧面说明了，只有强者才配得上强大的名刀。名刀自上而下可以分为无上大快刀12弓、大快刀21弓、凉快刀50弓和快刀4个等级。快刀的排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主人实力的提升，其所持有的快刀的等级和排名也有可能提升。理论上，如果是被毁掉的名刀，也应该除名。不过名册到底是谁在管理？目前漫画中还没有类似的情节出现。有意思的是，索隆因为是3刀流，目前暂时是海贼王中持有名刀最多的一人。接下来我们将逐一盘点海贼王中已出产的众多名刀，以及一些虽然没有排名但非常有意思的刀。快刀是名刀中的第1个等级，又称宝刀，相比于普通刀剑更加独特。目前出现了2把。3代鬼彻，鬼彻一脉的妖刀，由天口山飞彻打造，延续了鬼彻系列的刀柄样式和刀刃纹路，同时也带着诡异的气息。在罗格镇的武器店，因为诅咒的缘故，被老板丢在了最便宜的一个桶里，被达斯奇一眼认出，并推荐给了索隆。老板因为妖刀的诅咒，坚决不想把这把刀卖出去害人。索隆于是用一只手臂作为赌注，测试3代鬼彻，结果刀刃从天空坠下，凑巧绕开了索隆的手臂。索隆就此拿下3代鬼彻。这把刀目前是索隆所有配刀中起点最低的一把。随着索隆经历了无数死斗，也代表着索隆的成长。如无意外，不会被更换掉，并将跟着索隆一起登顶。石玉，做工精良，狭长轻盈，适合女子使用，是达斯奇的配刀。不过因为达斯奇的战力一般，并没有展现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剑术，石玉也没有太多的出场机会。凉快刀是名刀的第2个等级，在众多名刀中脱颖而出的有潜力的名刀，总共50把，目前出现了3把。绝走，刀身为黑漆钛刀石，刀刃为乱刀小钉子。罗格镇武器店老板一本松的珍藏，因为对索隆的敬佩而将血手无常送给了他。后来在司法岛的踌躇之桥上，被海军本部上校秀秀果实能力者秀恩生锈腐蚀。残余的部分后来被索隆安葬在了恐怖三维帆船岛上。花舟，一把独特的接烧刀，刀身有着火焰般的纹路，原本是巴洛克工作室 Mr. 11的配刀。阿拉巴斯坦篇里，斯穆格将其抓捕后，花舟被达斯奇获得，后来没有再出现过。山瓜，出现在海贼王官方小说中的名刀，以古代神话中的妖兽命名，原本是鲨鱼杀手比利的配刀，后来交给了达斯奇，漫画中没有出现，因此也没有造型图。大快刀是仅次于无上大快刀的等级，一共有21把，目前出现了5把。河道与文字，登场最早的名刀之一，由双月跟三郎打造。白色刀鞘，刀纹为直刃，原来的持有者为古伊娜。古伊娜不幸去世后，索隆请求师傅跟四郎将其赠给自己，发誓带着这把刀一起变强。因此河道与文字注定会陪伴索隆走上顶点，并且很可能在最后晋升为无上大快刀。后来光月日和也是因为河道与文字的渊源，愿意将炎魔交给索隆。2代鬼彻，鬼彻一脉的妖刀，刀柄形状和3代鬼彻十分相似，刀刃也有着同样的纹理，散发着诡异的气息。由天口上飞彻的先祖古彻打造，和之国中路飞曾经短暂佩戴，然后路飞就吃了一记雷鸣八卦，倒地不起，连过年都待在监狱里。妖刀害人的传说果然是真的。2代鬼彻后来被归还给了飞彻。秋水，
登场最早的黑刀之一，也是海贼王中人气最高的名刀之一。刀刃为乱刃大逆丁字，原本是和之国传说中的大剑豪刀神双月龙马的配刀，曾斩落巨龙，被称为和之国至宝。多年前与龙马尸体一起被莫利亚盗走，后来这具尸体被塞进了布鲁克的影子，做成了僵尸剑客。而秋水也一直成为他的武器。在恐怖三维放上岛上与索隆对决后，认可了他的实力，将秋水托付。后来在和之国，秋水被古玩偷走，一番波折之后，日和答应用研磨来替代空缺的第3把刀，于是秋水被放回了龙马墓前，和主人一起长眠。研磨被称为能征服地狱的妖刀，给百兽凯多留下唯一一处不可磨灭伤痕的传说级名刀，由双月根三郎打造，被其认为是自己断刀生涯的至高杰作。但他握在手中便能感觉到阵阵寒气，因此赋予了他地狱大王的名字，即为研磨。很较真也很有性格的一把刀，会挑选主人并加以试炼，会过度释放持有者霸气来测试其力量，也唯有将自己的霸气彻底解放，才能征服研磨。应该是目前为止海贼王设定中最酷的一把刀了。最初根三郎将其赠予给了光月玉田，成为其2把配刀之一。玉田死后，这把刀被天狗山飞彻收藏。后来经过日和同意，飞彻又将研磨给了索隆。因为与河道一文字同属一名工匠打造，索隆很快就上手了。但在鬼岛决战中，因为不能彻底放开了看，索隆几次斩击都没能彻底撕开凯多的防御，只有在最后霸王色出现锋芒时，才重创了凯多一次。随后在与镜的交手中，领悟了研磨试炼的真谛，彻底解放了霸王色霸气，成为了地狱之王，也最终驾驭了研磨。相信这把刀也会随着索隆登顶提升排名。天宇余斩被称为能够斩落天际的名刀，由天狗山飞彻打造，是其最得意的作品。与研磨同样是光月玉田的2把配刀之一，后来传给了光月桃之助。相比于研磨，天宇余斩并没有太多的出场机会，因此他的实力以及设定目前暂不明确。无上大快刀是名刀中的巅峰，全世界拥有此名号的武器只有12把，目前已出现了4把。夜，世界最强之黑刀，由世界第一剑豪鹰眼米霍克持有。这是一把双手剑，刀刃为乱刃重花丁字，漆黑的利刃搭配夸张的刀柄，如一张巨大的十字架，宣告敌人的死期。鹰眼只有在认真战斗时才会拿出夜，几乎每个斩击都具备斩切天地的恐怖实力，能够轻易将冻结的巨型冰墙切为2半，也能在瞬间将巨大陨石切成粉末。重云切，原4王之一，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的配刀，是一把长柄刀，外形类似关刀和日本剃刀。伴随着白胡子征战四海，走上巅峰。年轻时的白胡子与罗杰交锋，两人武装色、霸王色剧烈碰撞，曾经展出了隔空岛的名场面，并将天空的云层全部震散。后来与红发香克斯拼刀时，两人气势将天空震裂。重云切之名，也许正是来自白胡子恐怖的霸气和果实实力。白胡子死后，重云切被安放在其墓碑上。尽管大银河骑士已经残破不堪，但重云切依然寒光逼人。初代鬼彻，鬼彻系列的第一把刀，被称为最强的妖刀，是2代鬼彻、3代鬼彻的鼻祖，将会正式登场，目前持有者不明。不过根据刀柄形状，疑似由五老心中的白衣老者持有。根据目前线索，2代鬼彻、3代鬼彻均由和之国的锻刀匠所打造，初代鬼彻也很有可能诞生在数百年前的和之国，由另一位传奇刀匠所打造，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流失到了海外。这个伏笔也暗示了和之国与五老星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五老星对和之国的秘密有所知晓。艾斯，海贼王戈尔蒂罗杰的配刀，是一把带有黄金护手的西洋刀，但并不是黑刀。罗杰已经确认，并不是恶魔果实能力者，而是凭借极为强大的霸气力量登上巅峰。虽然罗杰出手次数不多，但几次战斗都是凭借艾斯发动极为强劲的斩击，一记神臂高速挥出缠绕霸气的飞翔斩击攻击目标。即便是光月玉田这样的剑术高手，也被一击打飞，招式寓意诸神回避。在与白胡子的巅峰碰撞时，又展现了顶级霸王色碰撞独有的隔空打。此时艾斯也因为缠绕的霸气而短暂变黑。罗杰死后，这把刀下落不明，但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艾斯，也流露着自己对艾斯的爱和期待。可惜最终艾斯都没有知道这个真相。除了已经明确排名的刀剑外，海贼王中还有众多位次不明但充满魅力的武器。格里芬，红发香克斯的配件，是一把西洋剑。格里芬意为狮鹫，是希腊神话中一种鹰头狮身有翅的怪兽，象征勇气和力量。虽然没有排名，但作为4皇的兵器，红发又是使用霸王色霸气的高手，这把剑段位肯定不低。红发断臂前，经常与世界最强剑士鹰眼对决。格里芬的对手是最强黑刀叶。鬼窟又名鬼泣，特拉法加罗的配刀，剑鞘外表从上到下都刻有十字形的小图案，主体为黑色，剑鞘上端有几段以绳子为装饰品的剑穗。如果使用手术果实的斩切效果时，都会通过鬼窟发动。觉醒招式 Chrome 更是可以将鬼窟刀刃的长度变得极为夸张，也可以算是目前海贼王中最长的刀。鹰石和木窟，金狮子的2把配件，跟随金狮子驰骋大海。后来为了从推行城越狱，金狮子砍断了绑有海螺石镣铐的双脚，然后将鹰石和木窟绑在脚上成为一只。从此 T 技全部升级为斩击，能够挂出类似蓝角的招式，斩波、狮子牵切骨等等，威力惊人。七星剑在海贼王剧场版被诅咒的圣剑中登场，索隆儿时的好友萨卡所使用的配件，传说中被封印的诅咒之剑，在红色满月的情况下会现身，并带来杀戮与破坏，号称无敌圣剑，即便是普通人持有也会瞬间变为强力剑士。不过这部剧场版并不是尾田的设定，与正作背景没有什么关系。雷雨属于妖刀，造型类似野太刀，
推进成员看守长见黑屋子海贼团2号船船长溪流的佩刀，溪流的外号宇之溪流，相信与这把刀有密切联系。椒盐卷柄，以食物命名的特殊兵刃，甜点三将星之一的夏洛特克利架的佩剑，号称世界独一无二的名剑。战斗时，克利架真身手持真剑，饼干分身变化出无数把造型相似的饼干剑。可惜由于克利架的出场较少，这把刀也一直没有再露脸过。白鱼，比格曼海贼团坚果大臣夏洛特阿曼德的佩剑，剑长为鱼的形状，剑柄则为鱼鳞状。作为夏洛特黎明的第三女，阿曼德实力强劲，同时还是非常特殊的蛇手族，喜欢用独特的缓慢斩击来折磨对手。招牌台词：如果只是瞬间斩断，杀戮还有什么意义？我会用最痛苦的速度砍下去。是一个残忍的剑士，外号鬼夫人。金皮罗，海军仙人中将，未来大将候补，逃兔支援的佩剑。金皮罗是日本神话中的水手与航海之神，莫名有点像我们的妈祖。海军中另一个以神器命名刀剑的是黄猿的天丛云剑，相信逃兔的实力也很不一般。雪溪，现任推进城监狱长汉尼拔的佩刀，是一把类似剃刀的大刀，能借由快速旋转产生火焰来发动进攻，只有在汉尼拔认真战斗时才会使用。汉尼拔也是推进城片里一名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以一己之力阻挡大批越狱罪犯，虽然实力不济被轻易打垮，却始终没有违背自己的职责。杜兰德尔，白马卡文迪许的佩剑，是一把镶嵌着宝石的西洋剑，被评价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名剑。杜兰德尔这个名字来源自中世纪欧洲大陆上的3大圣剑之一，有很久不变之意，所以也被称为不灭之刃。这样的一把名刀给到王子出身的卡文迪许，也算是宝剑配英雄了。卡文迪许本身是一名实力强劲的剑士，也曾经是超新星之一，切换到第2人格后更是实力暴涨，成为草帽大船团一方队队长，实至名归。外无双，赤脚九匣中合同合松的爱刀，外形十分独特，刀长用布缠绕，看似朴素无华，却在合松手中爆发出了山川河流般的惊人斩击。自算剑术合同流，招牌技能海野川，能够斩出多重斩击。重力刀，海军大将藤虎的佩刀，非战斗时也被藤虎用作拐杖。由于藤虎每次都用刀发动果实能力，以至于不少小伙伴猜测是刀吃了果实。藤虎战斗时会反手持刀，以强大的见闻色霸气拆解对手的攻势，认真起来会将重力果实的力量附着在刀刃上，斩出带有引力崩坏效果的斩击。招牌技能重力刀猛虎，横向爆发重力，能够将眼前一切压垮摧毁，极为夸张。丧魂之剑，2年后布鲁克的新配件由长手族为其打造，平时被布鲁克当成拐杖，剑刃极为细长，适合发动快斩，很符合布鲁克的战斗方式。由于黄泉果实的加持，布鲁克在斩击中可以附着来自黄泉的寒气，将对手冻结，这把刀也因此得名。拿破仑，原4王之一的比格曼夏洛特黎明的佩剑，将其自身灵魂的一部分附着在双脚帽上，并使其拥有变化为军刀的能力，极为特殊。大妈的大部分杀招都会通过斩击来发动，对巨人族力量的崇拜也让他学习了不少巨人族的攻击招式，例如卫国、霸海等等，还可以将另外2个霍米斯的火焰和雷电力量与拿破仑结合，发动更加强力的必杀技。天丛云剑，海军大将黄猿波鲁萨利诺使用闪闪果实能力，将光子凝聚在手中，塑造出了利剑，以日本古代神器命名，拥有通体发光的细长剑刃以及雷射闪光状的剑柄，是一把非常特殊的元素剑。光原本是难以捕捉的物质，结合成天丛云剑后却极为坚韧。黄猿曾经用其对战冥王雷利和黑腕折法。范克弗里德，西皮奈原长官斯潘达姆的佩剑是一把相剑，利用海军首席科学家贝加庞克所研究出的能让无生命的物体使用恶魔果实的新技术，使用的动物系象象果实能够使剑的前半段变成大象的身躯，利用其强大的力量和重量，配合牙齿和刀形的鼻子进行攻击。而且由于本体是剑，即便变成兽形，重量也不会改变，所以倒立值连常人都不足的斯潘达姆也能够使用。鼻兰，最后来看一把好玩的剑。斯瓦岛篇时，索隆与卡库对战真酣，却不慎将右手与旁边的乌索普靠在了一起。然后索隆灵光一闪，让乌索普拿着血手，自己手持乌索普进行战斗，并命名为名刀比兰。考虑到后来乌索普的身价，这绝对算得上一把名刀了，幸运值直接拉满。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名刀盘点啦。细算下来，无上刀快刀还有不少尚未露面，不知道他们正在被哪些强者所持有，而留给他们出场的篇幅也已经不多了。在接下来的最终章里，说不定还会有强大剑士登场。你觉得哪把刀最有魅力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是朱尔本，下期见啦！